一个是刚刚摘得全4代机成就，并装备数十架先进5代机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一个是刚刚经过战机升级并获得更多军售的台湾空军。这2支空军究竟哪个更强？今天火力军就来和大家唠唠。就在去年，日本刚刚拿到一个新成就，全4代空军。所谓全4代机，就是明面上的意思。日本空中自卫队已经没有4代机以下的战机现役。在去年，日本最后3架 F-41J 鬼怪2型战斗机完成自己的使命，告老还乡了。当然，北欧那边还有一个取得全5代机成就的挪威，只是挪威空军体量太小了，才几十架 F-35而已。这里火力军就不说了。在这3架战机退役以后，日本就只剩下自产的 F-2、外购的 F-15与 F-35A 了。而去年对于台湾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一年，那就是空军首批经过升级的 F-16V 终于顺利成军了。这下空中力量增强了不少。去年顺便还派了几架 F-16飞越太平洋，前往美国学习新技术。这不，前段时间刚回来，估计收获不少。其实这2支空军在世界排名上还挺接近的，至少在战斗数量上，台湾与日本相差不大。台湾这边空中力量简单明了，外购的幻象2000 F-16， 自主研发的 IDF 金国号，这里边 F-16的占比最大。空军装备了数量庞大的 F-16机群，并且就连最新型号的 F-16V 也是一口气又买了66架。不仅如此，台湾还打算将现役的141架 F-16AB 通通升级到 F-16V BLK-20 等级。去年成军的 F-16V 就是这批升级计划中的60架。不得不说，台湾与洛马公司的动作真快，短时间就完成了近1/2。日本那边同样也是每支战机的忠实客户，无论是脱胎于 F-16的 F-2， 还是购买的 F-15J 与 F-35， 组成了航空自卫队的核心力量。毕竟战后就直接当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小弟，其中数量最庞大的就是 F-15战机了，一口气直接买了200多架。首先对比一下双方选手的战机总数量，日本这边现役战斗机数量为312架，这里面 F-15占据最多，其次就是 F-2战机了。另外就是日本购买的最新5代机 F-35A。另外，日本还在2020年再次向美国购买了105架 F-35，等一旦交付，航空自卫队 F-35战机数量将达到157架，这估计能单挑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了，当然美国除外。另外，航空自卫队还有数量庞大的其他飞机，拥有各型战机总数达到1561，名列世界第6。台湾这边战机总数为400多架，拥有各式战斗机、运输机以及教练机等辅助机型，构成总数为550架战机的空中力量。主力战机包括 IDF 金国号、F-16以及幻象2000，另外还有43架 F-5E/F 战机作为部队训练机，但这批战机年纪都不小了，正在想办法取代呢。在战机总数量方面，台湾是要远小于日本的，但在战斗机数量方面，双方相差并不大，只是在辅助机型类差了一些。从战机质量来说，日本主力战机 F-2原型正是 F-16。原本日本想着通过自主研发战机装备，顺便提高自己的水平，并且还不用被人制约，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结果美国与欧洲各国都不愿意放弃日本这个大客户，想尽办法得到日本的订单。无奈之下，日本只能妥协，最终选择在 F-15或 F-16基础上研发新战机。当然，日本已经有了不少的 F-15，在这个基础上研制战机不太实际，还不如选择自己没有的 F-16，最终研发出 F-2。F-2本身其实也没啥亮点，更像放大版的 F-16，并且性能变化还没有 F-16C 到 E 之间的区别大，总觉得有点亏了。不过日本电子工业厉害呀，专门为 F-2装备了西方第一种主动相控阵雷达，但总觉得日本研发 F-2是被坑了。而日本装备的 F-15J 是当初航空自卫队急于寻求一款先进战斗机进行防空作战，而当时的美国也需要在苏联东大门立一颗钉子。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 F-15服役5年后，卖到生产的第一架 F-15G 来到了航空自卫队。日本也成为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第一个装备 F-15的国家。不过，美国出售的时候留了一个心眼儿 ，F-15G 只具备制空能力，对地对海攻击被阉割了。这事儿为什么让火力军觉得花了一架战机的钱换来了半架战机的力量？火力军还是觉得日本好亏。近2年还传出日本想升级一下 F-15G， 找的还是美国的公司，好像日本已经被美国吃定了。这项升级计划不得了，由波音公司负责这项升级。据说升级后的 F-15将能获得与日本 F-35系统作战的能力，将把 F-15G 升级到 F-15超级拦截者，将对雷达、电子战系统进行升级，并提高武器挂载能力，特别是具备发射防区外制导弹药的能力。防区外发射导弹制导精度高，攻击能力强，能有效摧毁地面和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攻风险小，是战争中实施早期快速反应突然袭击的有效手段。升级后的 F-15G 虽然仍不具备隐身能力，但可以拥有强大空中态势感知能力，尤其是装备比 F-35探测能力更远的先进雷达后，完全可以辅助 F-35进行踹门任务。同时，它在速度、航程上都比 F-35更适合常规战争，简直是 F-35最佳拍档。不过，最近又有消息称，日本放弃对 F-15升级。另外，除了日本最先购买的42架 F-35战机以外，美国又决定再出售105架 F-35给日本。如今添购后，战斗机总数将高达147架，这是除美国外拥有最多战机的国家。能够让日本的空中力量提升至全球最高水准，日本正在调整方向，已经将直升机母舰出云号改为可供战机起降的航母，将会部署 F-35B。台湾现役战机主要就前面提到的3种，另外还有小批量的 F-5E/F， 毕竟台湾在1968年就上了美制战机的车，并且那时候就已经与美国诺普公司合作生产 F-5E/F 了。诺普公司却是提供了大量援助，像什么战机生产资料、人员训练什么的，通通都给，都是为了帮助台湾能够顺利生产 F-5E/F。短短几十年，台湾就生产了300多架 F-5E/F。不过这个老将已经年纪不小了，现在已经大量退休，只剩下少量的还在训练学员发光发热。但这款在台湾任劳任怨几十年的战机，成为了台湾自研战机的开端。自从1970年 F-16进入美军服役以后，台湾也想买点 F-16取代当时老旧的 F-104，再加上当时的 F-5E/F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每年的对台军售会议上，台湾都说我也想要 F-16装备空军，能不能卖给我几架呀？只是受限于当时的大环境，美国意见都没有统一，那既然你不卖给我，我就自己造。80年代，台湾开展了自制防御战机的研发，希望研发一款新一代主力战机。就这样，台湾空军史上最大的自制武器开发计划“鹰扬计划”开始了。借着 F-5E/F 的合作生产经验以及美国的帮助，仅几年，第一架 IDF 原型机就出厂。1992年进入空军服役，该战机型号为 FCK-1，并命名为经国战机。火力军非常佩服 IDF 战机研发虽然很顺利，但台湾也没闲着，继续打算采购世界先进战机。直到1989年，法国达索公司愿意出售60架幻象2500，结果台湾这边刚买了法国战机，美国那边就同意出售了 F-16AB。火力军估摸着，绝对是美国受到了冲击，在当时这被看成是幻象2000的交易，促使美国改变了多年不出售新型战机给台湾的态度。既然美国卖，那我们当然也要卖。台湾一下子就购买了150架，包括120架 F-16A 与30架 F-16B， 总金额达到60亿美金。只是虽然美国跟法国都卖了战机，但当时的台湾想拥有450架左右规模的先进战机，先后购入的3款机型总数仍不到这个门槛。还有一个连队还在使用80年代末生产的 F-5E/F，
于是台湾就说：“老大，再给66架 F-16吧。”可是直到2019年，这项增购案才获得允许。而 F-51F 这位全盛时期曾装备了台湾空军5个联队的老将，也在台湾正式装备 F-16后退居2线。为了进一步提升空军的力量，台湾也开始对现役 F-16进行升级。升级最大的就是航电系统，装备了 AN/APG-83 型先进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能够与 F-22 的 APG-77 雷达和 F-35 的 APG-81 雷达相当，拥有空对空与空对地探测2种方式。相比于早期的 F-16，升级后的 F-16探测距离至少增加了30%，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战场感知能力提高了200%，还装备了 MMC7000AH 计算机，处理速度是早期 F-16的2倍以上，存储器更是超过老型号的10倍之多。毕竟采用了有源相空阵雷达，计算机能力不足的话，也无法发挥 APG-83 的性能。另外 F-16V 还升级了武器挂架，拥有挂载新型武器与吊舱的能力。要知道，早期的 F-16是不能发射中距弹的，而升级后的 F-16V 可以同时装备 AIM-9 与 AIM-120C， 可以在执行战斗巡航与紧急起飞等任务时挂载，同时还能发射空射型鱼叉反舰导弹。另外，还可以使用多种炸弹供 F-16V 洗地时使用，以及可用于侦察或电站的外挂夹舱。另外，台湾空军还列出470亿新台币的军费预算，将会用于 F-16V 专用的远距精准弹药，包括 AGM-84、AGM-154、AGM-88 等3项，依序用于反舰、远距精准打击、摧毁敌军雷达等。F-16V 还将涂刷一层隐形材料，可以减少 F-16V 的雷达截面积，增加敌机对于 F-16V 的探测距离。但是对于隐身的最好手段是外形设计，在不较大程度改变 F-16V 的气动外形之时，隐身涂料所能够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当然，隐身涂料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聊胜于无吧。除了现役战机，台湾与日本还有着其他盘算，那就是6代战机。是的，你没听错，都要搞6代机。如果日本与台湾能够跨越5代机，直接搞出来6代机，那可真是弯道超车了。日本早在2013年就公布了下一代多用途战机的2种基本构型方案，被称作 23DMU 和 24DMU。从公开资料来看， 23DMU 跟之前的 X2 新神有点类似，不过机体有明显放大，新神标志性的发动机尾喷口折流板也被取消，而 24DMU 的外观更像是 T50 与 YF-23 的合体，其中 24DMU 的进气道结构和气动布局与 T50 颇为神似，而微型尾翼则明显参照了 YF-23 的相同设计。另外，还有消息称，日本还存在名为 25DMU 的构型方案，不过并没有被公开，毕竟秘密一点点放出来更震慑人。并且日本还想趁这个机会拉一下国内重工业。F-22、F-35 战机制造商洛马公司也将为日本提供技术支援。随着 F-2 战机的逐渐老化，所以日本引进了 F-35。只是在美军那边，人家 F-35是跟 F-22 搭档的，形成高低轻重作战搭配，后者负责制空作战任务。可日本自己没有 F-22 呀，所以那就只能自己造了，这样就能自家的 F-35形成有效搭配了。而且 X2 新神验证机的成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4个开发与试飞隐身战机的国家，这是日本从0到1的突破。所以信心大增的日本立马把6代机研发推上日程。日本估摸着首架原型机将在2024年开始生产，等到2035年，该型战机将取代现役约90架 F-2 战斗机。在机身结构上，日本下一代战机可能参考美国 F-22 与 F-35 战机外形，毕竟目前日本拥有一批引进的 F-35，再加上洛马公司的参与，美国有可能会借助这个机会实验一下新技术。
同时，采用 F-22与 F-35的外形设计，可以大幅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在飞控方面，日本当然是什么好上什么了，将会配备光纤飞控系统，能够实现电子与计算机连接，对飞机进行控制。至于发动机方面，英国要跟日本联合开发战斗机原型发动机，由三菱重工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进行。后者的发动机技术曾经领先过美国，而发动机是战斗机心脏，这也是日本愿与英国合作的一个原因。再加上目前双方都在实施下一代战机计划，而且这也是摆脱美制战机的机会。同时，双方还将联合研究与英国空中作战战略相关的其他技术。目前，英国正在根据空中作战战略开发暴风雨项目，将在本世纪30年代部署一整套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同时，日本也预计在同样的时间完成 F-2战斗机继任者的研发生产工作。另外，英国也将对日本联合新型空空导弹提供支持。新型空空导弹预计将会结合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的专业知识，与日本先进射频导引头。双方联合不仅将共享发动机，还将共享气动布局方面的设计。不过相对来说，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研制本身就是一个进程漫长、难点复杂的项目，这些都对日本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提出了考验。而台湾这边同样也在进行着6代战机的研发，看着周边国家纷纷亮出下一代战机，台湾自然不甘落后，打算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毕竟现役战机对于未来战场有些不够用了。美国那边也不买 F-35，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一点可不是火力军信口胡诌的，这可是台湾中山科学院院长亲口承认的。现在正在进行下一代战机研发工作。目前第一阶段有2个研发案正在进行，分别是整体设计以及发动机制造。第一阶段的研发案预计2024年结案，这则消息可以说把民众心都吊了起来。原来中山科学院已经默默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项计划暂命名为大魔王计划，由汉翔航空与中山科学院联合开发，预计10年内研发出下一代战机，也被称为 ADF 战机。从汉翔航空成功改良 TBE-5为永鹰高级教练机之后，未来的研发重心也会放在台湾自制下一代战机 ADF 身上。ADF 战机将着重突击隐身性能，并且会采用双引擎设计。目前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已经开幕剪彩，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自研战机技术骨干。就目前而言，6代战机定义还很模糊，像什么隐身设计，这是必备的，有可能将垂直尾翼倾斜设置甚至取消掉。发动机推力要到15吨以上，能够持续以最高时速4至6倍音速飞行，采取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引导多架无人僚机一起战斗，以及具备超强的战场状态意识感知能力，其中任何一项都属于高精尖技术。对于汉翔航空以及中山科学院而言，研发困难不小。即便台湾拥有生产 F-51F 与改进 F-16V 的经验，有专业人士透露 ，ADF 战机采用的引擎是在 IDF 经国号采用的 TF1104270发动机为基础，进一步增加推力。台湾中山科学院航研所正在执行织女星计划，此计划延续将近10年，希望由该款发动机研发出双发推力高于10吨的航用发动机，但是目前整个进度都是高度机密。ADF 预计会采用取消了尾翼的设计，但是此设计前提是要具备有高灵活度的矢量推进喷嘴。即便是在科技领域高度发达的日本，其由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以及日本岛波摩重公司合制的 XF9 发动机使用的 XVN31 三维矢量喷嘴技术，也是来自美国的研究成果，其研发时间从1995年延续至2018年才问世。日本在美国帮助下，研发时间也要长达20多年，可见下一代战机发动机的技术瓶颈不是一般战机发动机可以比拟。台湾的织女星计划能否将该技术整合在下一代自研发动机上面，目前也没有明确结论。另外，搭配无尾翼设计的战机，其飞行除了靠先进的矢量喷嘴推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高度稳定的飞控软件。
目前台湾电子芯片制造业十分发达，但台湾历届的执政党派由于不够重视软件产业的发展，导致台湾在软件领域相对落后。台湾如何产出具备整体武器系统的软件，一直以来都是台湾发展自主军工业的弱项。所以说，即便日本与台湾都在研发6代机，但目前都不清楚如何定义6代机。综合上面火力军所提到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与台湾空军实力，两者说真的确实相差不大。不过只是目前而言，若是日本的100多架 F-35交付以后，台湾与日本的差距就变得大了。但谁能保证以后台湾不能获得5代机或者6代机呢？军力目前强大，不代表能够一直强大，所以谁都有机会登上世界金字塔，好好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